前，阮拔豪邀請79歲嘅師傅同2位年過70歲嘅師兄聯手開辦咗呢一家年輕嘅老冰室。冰室咧就喺19世紀已經喺香港有存在㗎啦，衍生到80年代嘅時候咧就變咗茶餐廳。凌晨4點半，阮拔豪同師傅開啟一日嘅忙碌。6點半開門，咁啊麵包啊、蛋撻啊，咁啊應酬嘅啦。79歲嘅周基楚，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喺冰室做西點師傅，半個世紀嘅專業實踐磨練咗佢對出品嘅一絲不苟，尤其係喺佢最拿手嘅蛋撻同菠蘿包上。蛋撻、菠蘿包喺香港人嘅早餐同下午茶裏邊，呢2個應該係重複率最高嘅名詞。蛋撻喺上個世紀20年代誕生於廣州，流轉到香港之後名揚海外。逐點改良，類似啊蒸蛋一樣，睇點樣滑啲好食啲嘅。整啲粉同埋啲油，咁咪相食到佢勻，然後擠落嘅雪櫃。佢而家要我就係雪翻硬淨啲，然後先同埋啲水皮嚟再煎。蛋撻皮分為牛油皮同酥皮。傳統嘅酥皮係由水皮同油皮重複交錯翻貼而起酥嘅。周基楚嘅巧手能夠將5毫米嘅酥皮摺疊108層，再將酥皮放入圓形餅模，手指公沿毛邊柔和咁擠壓，再加入由砂糖同雞蛋混合而成嘅蛋液。手掌同案板無數次嘅碰撞，手腕有規律咁向內旋轉。喺半個世紀嘅光陰裏邊，周基楚就係咁樣重複住呢一系列嘅動作。菠蘿包嘅靈魂在於表皮嘅酥皮，砂糖、雞蛋、麵粉同豬油混合而成嘅黃金片，被平鋪喺圓滑嘅白面皮上。隨住科技嘅發展，機器嘅精細程度早已經高於人手，但係周基楚堅持全手工製作。佢話咁樣可以將50年不變嘅老味道帶俾啲粉絲。嗱，一間冰室最重要係嗰杯奶茶同埋嘅麵包做得靚，咁就係傳統嘅冰室。茶同奶約定喺每日清晨6點半相遇，麵包蛋撻嘅香味從狹隘嘅空間飄散開。一杯奶茶，一份蛋撻，師徒2個人嘅合作無間，開啟咗街坊一日嘅能量資源。到咗上午10點，阮拔豪開始咗冰室另外一個招牌餐嘅準備——火焰牛河。牛河係老廣嘅叫法，就係牛肉、芽菜炒新鮮嘅米粉。牛河分為濕炒同乾炒2種。濕炒係炒牛肉嘅時候要勾芡，炒出嚟嘅米粉有汁；乾炒唔勾芡，講究肉嫩芽爽，米粉焦香。有人話乾炒牛河係檢驗粵菜館水準嘅利器。喺阮拔豪睇嚟，炒牛河除咗要準備嘅配料好多，仲有極為關鍵嘅一步。我一入行，我師傅已經叫我搣河粉。佢話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。如果一嚿嚿咁樣炒，啲牛河點會靚啊？猛火快炒，鑊氣重，粉唔黐鑊，唔切斷，香而不膩。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，因為用筷子炒咧，啲河粉就唔會斷，同埋好均勻嘅炒得。阮拔豪嘅乾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，係因為呢個當中有佢獨創嘅一個工序，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燒粉嘅表面。河粉係米做噶嘛，燒完佢之後咧就有米香嘅味啦，同埋牛肉咧都有燒過嘅味道。乾炒牛河簡約而不簡單，對一般食客嚟講，佢可能只係一道普通嘅菜肴，但係對於老廣而言，佢
就係一塊測試粵菜師傅手藝嘅試金石。從凌晨4點半到晚黑10點，師傅同師兄專注喺麵點房，阮拔豪就忙碌喺店前。唔會做多嘅，因為師傅師兄咧年紀就大㗎啦。每日咧都係限量發售，下晝5點鐘賣完我哋就算數。唉，辛苦冇辦法啦，但係都要做一行，鬼叫自己學成咩？從模仿到創造，靈活嘅香港人海納百川咁接收住嚟自各地嘅文化，又將精髓融匯一爐，打造出冰室呢一種獨特嘅文化。凍奶茶，點一杯奶茶，將一細塊牛油包喺菠蘿包裏邊，一啖咬落去，成口都係地道嘅香港味道。我哋係同師傅咧，為咗一樣嘢，做有人情味嘅冰室。無論腳步走幾遠，家鄉嘅味道總係熟悉而頑固。佢令到異鄉遊子魂牽夢繞，朝思暮想。每道珍饈佳肴嘅背後，都隱藏住提味爭鮮嘅調味之秘。我哋嘅老祖宗喺自然賦予嘅食材裏邊，用炙烤、烹煮、晾曬、壓榨、發酵等方法提煉精華。無論豪華定係家常嘅食材，只要添上點睛嘅呢一筆，就有不期而遇嘅驚喜。鹽係人類不可或缺嘅調味品。世界上有多種多樣嘅鹽，賦予食物唔同嘅風味同特性。用喺各式菜肴嘅烹調上，亦都會有唔同嘅效果。喺廣東，本地自產嘅鹽大多數嚟自海洋嘅饋贈。瓊州海峽同北部灣交匯嘅地方，一角沙灘前伸入海，呢個就係大陸最南端徐聞登樓角。海底之下係目前中國面積最大、保存最完好嘅珊瑚礁保護區。漲潮嘅時候，純淨嘅海水通過隻熱綿長嘅沙灘湧入內陸，海水濃度提高，令到呢一帶成為天賜嘅好鹽場。廣東鹽業徐聞鹽場就係咁樣奠定咗本省4大鹽場之一嘅地位。我的父親，他就說我的工作你不來聽，誰來聽？我是第4代的嘛，我爸是第3代嘛。鄧蘭雄18歲就開始做鹽工，一眨眼過咗36年，佢成為呢一片鹽場嘅曬白。海鹽生產嘅質量同數量，除咗睇天，就要睇曬白嘅功夫。特別係控制滷水濃度，太低產唔到鹽，太高又容易帶雜質入去。8月嘅徐聞連續落雨，鹽場俾大片黑色薄膜覆蓋住，為咗防雨。第2日，趁住冇落雨，鄧蘭雄即刻帶住鹽工搶收海鹽。收鹽的時間是看鹽多少，一般我們都是在凌晨2點做到早上9點，時間比較長。鹽工扒鹽遵守2個字：慢、柔。過於頻繁咁攪動，會令到結晶池裏邊嘅滷水變得好渾濁，影響鹽嘅質量。9點後呢，那太陽比較好，蒸發量高嘛。如果你不在這個時候的把那鹽收完呢，它純淨度不是那麼好嘛，就影響到那生產質量。
太陽漸漸升高，大家加快咗速度。鄧蘭雄將地下嘅鹽堆鏟到乾乾淨淨，呢個係佢嘅習慣，因為知道鹽來之不易。海水漲潮湧入蒸發區，通過納潮、製鹵、結晶等工序，每年超過5萬噸嘅天然生態海鹽從呢一度產出。鄧蘭雄嘅太太梁小娜鍾意用海鹽做醃製品。趁住天氣好，佢而家醃緊芥菜同蘿蔔。我們的鹽都是海水曬的，沒有什麼雜質，吃了很健康的。3個星期之後，呢啲當地經常見到嘅醃菜就可以食得啦。炎熱嘅氣候令到當地人創造咗一種更得意嘅食法——醃西瓜。先將西瓜去皮，再用細海鹽捽勻全身。去鹽進它那身體裡面就快一點。你看，一搞上去就變色了。海鹽滲入西瓜裏邊，令到平時食之無味嘅瓜皮脫水變脆。同果肉混合，酸甜可口，鹹中帶鮮。海邊嘅人做醃製品，又點可以冇咗魚呢？鄧蘭雄買咗當地常見嘅金槍魚，清理乾淨，撒啲粗海鹽，再醃製2個鐘頭就可以攞出去晾曬啦。今日個女要返嚟，梁小娜準備要做多幾味餸。當地人做魚湯鍾意落啲粗海鹽，令到湯更加鮮甜。蘿蔔潤消解咗五花肉嘅肥膩，爽脆可口。醃西瓜同魚乾嘅搭配，產生咗奇妙嘅口感。海鹽比一般嘅鹽口感更加柔和，帶住特有嘅礦物質同埋海水嘅鹹鮮味，回味當中仲有一絲甘甜。喺南方海鹽、小鹽、煮糊湯相當鮮嘅，加牛鹽比較好嘅。好似鄧蘭雄咁樣，幾代人從事鹽業嘅家族已經好少。雷州半島生產咗全省超過70%嘅海鹽。隨住時代變遷，古老嘅徐聞鹽場亦都融入咗機械化、現代化生產。不變嘅係海鹽嘅味道純正如初，陪伴住我哋。潮汕地區美食眾多，並且極具當地特色。而普寧小食，就算喺潮汕美食裏邊，亦都唔會被淹沒。更絕嘅係，幾乎每樣食物都有唔同嘅蘸醬搭配。其中最出名嘅，要數以產地命名嘅普寧豆醬。傳統潮菜豆醬焗雞，用普寧豆醬整雞醃製之後，再瓦煲燜焗，鮮香可口。醬香焗蟹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豆醬突顯咗蟹嘅鮮味，將豆粒研壓成泥，混合生薑等製成豆醬薑，用嚟煮魚更係滋味一流。
普寧豆醬係各種醬香菜式嘅基礎配料，潮菜嘅點睛之筆。而製作呢一種美味嘅傳統作坊，依然仲散落喺各處鄉間。穿行喺呢一個普寧最大嘅莊氏村落裏邊送貨，係莊玉水嘅日常生活之一。我們都在本村做，沒有走出去，因為豆醬是我們本地人天天都會吃的東西，要保持新鮮，一般都是一些左鄰右里過來打。莊玉水經營住村裏邊唯一一家豆醬作坊，爸爸莊頌雄有時都會幫手。我們歷史就比較久了，因為是我從我祖爺到我這裡第四代了，4代了，應該有100多年了。將去皮嘅黃豆浸泡半個鐘頭就可以蒸豆啦。為咗將黃豆徹底蒸熟，必須分批倒入去，成個過程要2個鐘頭。呢啲熟透咗嘅黃豆，經過降溫同晾乾水分，就要進入最關鍵嘅一步。咁咧25斤米後，夾翻了，佢捆正。佢哋將米曲霉菌同黃豆一齊均勻搓揉，令到每一粒黃豆都可以沾滿菌種。跟住落嚟，將裝滿黃豆嘅竹筲箕送去發酵房嗰度培養。那個起筋要培植得好，如果培植不好的話，它比較衰弱的話，溫度過高了，它會糜爛；溫度過低，太久的話，它其他細菌就會滲入。呢度工序好關鍵嘅，稍有紕漏，黃豆就用唔到噶啦。我現在每個晚上會起來幾次，小時候呢也是看我爸爸這樣子起來看一下，現在輪到自己也是這樣子了。從用溫度計測溫到而家，熟練用體溫同嗅覺嚟到判斷黃豆發酵嘅程度，莊玉水用咗12年。4日之後，經過莊玉水無數次翻看嘅黃豆，終於發酵好啦。黐住喺黃豆上面嘅曲菌，茁壯成長，從白色變成綠色。莊玉水將結塊嘅黃豆打散，再一次撈勻。將發酵過嘅黃豆倒入去陶缸裏邊，注滿水，再泡發半日。最後加入一定比例嘅鹽，一齊攪拌均勻，令到黃豆再次發酵。都是每天要攪拌2次，要不然它上下層的話，它就會分層，可能會下面有一層豆子，上面就橙色豌豆。除咗攪拌，莊玉水堅持用傳統嘅陶缸發酵黃豆，因為佢保溫得更耐。終於有一批豆醬可以出缸啦！莊玉水叫阿爸試試。爸，好食，呢個。遲啲啊！好食，好食，好食啊！經過長達3個月嘅天然照曬之後，豆醬變咗金黃色，已經有隱隱嘅醬香。莊玉水終於可以進行最後一道工序——煮醬。可能它的醬的話，它會更碎一點，然後顏色的話會黑一點，這樣子。但是普寧豆醬的話，橙黃是比較好看，它的那個發酵週期但沒那麼長，所以的話味道更鮮甜一點。
新出嘅豆醬當然要自己先試下。普寧豆醬係魚類嘅絕配，煎至金黃嘅紅衫魚，鋪上薄薄嘅一層去腥提鮮。一紮當地產嘅通心菜，撒一羹普寧豆醬，再都唔需要其他調味料，就已經香氣撲鼻。普寧豆醬除咗鮮，仔細咀嚼仲可以食出一絲黃豆本身嘅甜味。正如平凡嘅日子，因為堅持而變得有滋有味。生蠔，一種喺廣東人嘅海鮮菜單上排喺前列嘅食品，好似牛奶一樣嘅光潔外表同絲滑嘅口感，令人欲罷不能。好難想象佢竟然可以搖身一變製作出蠔油呢種咖啡色嘅濃稠醬汁，成為激發粵菜師傅創作嘅本土調料。如果係想試到傳統蠔油嘅風味，都仲要從海上溯源。台山鎮海灣擁有住珠三角地區面積最大嘅紅樹林，良好嘅生態、鹹淡水交界嘅地理優勢，令到呢一度成為生蠔生長嘅沃土。水道兩邊蠔排密布，呢片海域面積3500幾畝嘅生蠔養殖場，本地人徐新柏同搭檔許廣綿喺呢一度養蠔養咗5年幾。到啦，又一線啦。同插足養殖嘅傳統方式唔同，徐新柏嘅養殖場用浮球釣養，咁樣無論退潮定係漲潮，生蠔始終都保持喺水下邊，獲得充足嘅食物，更利於生蠔育肥。呢批蠔經過3年以上養殖，已經長成大蠔。冬至後到清明前係品嚐嘅最佳時間。哇！咁你呢度高晒肥都可以。我哋呢個養殖場咧個水質夠清夠深，啲水冇污染，養出嚟啲蠔咧，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嘅。佢哋兩個隨蠔船滿載而歸，喺岸邊卸貨之後，大家就地起蠔。蠔殼堆積成山，呢度一直有養蠔嘅傳統，幾乎每家每戶嘅生活都同蠔產生關係。咁大量嘅生蠔，亦催生咗佢嘅衍生品嘅加工。當天捕撈嘅新鮮肥蠔運到徐新柏嘅加工廠裏邊，啲工人先將蠔肉清洗乾淨，蠔肉喺網袋裏邊沖刷到潔白如玉，最肥美嗰啲將會被挑選出嚟煮蠔水。而另一邊，徐新柏同徒弟一齊透火煲水，沖洗直徑2米嘅大鑊。徐新柏係屋企裏邊第4代做蠔油嘅，自細就跟住爸爸養蠔做蠔油，做咗10幾年啦，早已經獨當一面。啲水乾之後就倒啲鮮蠔落去，大約30分鐘左右，呢度就都有100斤蠔噶啦。將蠔肉同蠔水分離，蠔水過濾之後備用。徐新柏要用2日時間，將2000斤鮮蠔煮成蠔水，先至可以湊夠做1鑊蠔油嘅材料。要煮到好嘅蠔油係唔可以心急嘅。徐新柏晚黑都要不時去睇下鑊裏邊嘅蠔汁。喺
喺連續不斷嘅慢火烹煮底下，鑊裏邊嘅水分逐漸蒸發，蠔水變成棕色嘅蠔汁。徐新柏同徒弟將呢前2日煮好嘅半成品全部倒入鑊裏邊。2000斤蠔啦，煮成一鑊，最尾150斤到800斤左右啦。再經過半日慢煮，鮮香味喺空氣中飄逸。呢個時候，真正嘅蠔油先至被濃縮提煉出嚟，味公道，鮮甜。只用蠔同水，以時間雕琢，一種極富想像力嘅醬汁誕生啦。除咗蠔油，鮮美嘅生蠔仲可以製成蠔乾，俗稱蠔豉。蠔豉廣府話發音接近好事，係家家戶戶過年必備嘅調味食品。趁住好天，徐新柏同埋大家一齊曬蠔。做蠔豉分為生曬同熟曬2種。徐新柏堅持用鮮蠔生曬，保留咗蠔嘅精華，更加鮮甜。為咗改變靠天食飯嘅曬蠔方式，徐新柏琢磨出咗一種新嘅辦法。入烘爐入幾個鐘，就係鎖住嗰啲油質，保持嘅鮮度。咁樣既可以保留傳統日曬嘅風味，仲能夠減少天氣對蠔豉質量嘅影響，一舉多得。除咗蠔豉，徐新柏仲做咗另一種新產品——金蠔。呢就係6成乾啦，只要係煎、燜都得緊呢隻。今日週末，2個仔從100公里外嘅市區返到鄉下。徐新柏長期喺鎮上面做生意，3父子好少可以見到面。難得家人團聚，豐盛大餐自然係少唔到。蠔豉加入寡淡嘅西洋菜湯裏邊，即刻有咗海嘅滋味。金蠔要用細火慢煎，火候太過容易變焦變硬，相當考功夫。金蠔自帶鹹香味道，完全唔需要調味料就鮮美無比。蠔油炆豬手係當地嘅特色菜，肉香同蠔香交融，再淋新鮮出爐嘅蠔油上去，香噴噴，令人胃口大開。徐新柏最懷念細個嗰陣喺白飯上邊淋一殼蠔油，咩菜都唔使，就已經覺得係人間美味。而家徐新柏將屋企傳承落嚟嘅蠔生意經營得越嚟越好，蠔油唔單止係佢生活裏邊嘅點睛之筆，更係一份感情深厚嘅事業。金秋10月係好多農產品收穫嘅季節，同江西省交界嘅南雄市有一種極具特色嘅植物，亦進入咗採摘嘅旺季。茶油樹呢種獨屬於南方嘅油料樹種，喺中國已經有2300幾年嘅栽培歷史。霜降之後，茶油果成熟飽滿，係最佳嘅採集時間。日照充足嘅話，茶油果就可以裂開，露出裏邊嘅茶油籽。呢個先至係大家用嚟榨油嘅關鍵。
茶油紙仲要經過個幾星期嘅暴曬，越乾越好，為榨油做足準備。走入呢一個有100幾年歷史嘅熟悉老屋，鍾義金開始咗榨茶油嘅第一步。泡茶籽，這是第一步啊！烘烤茶油紙看似簡單，其實都幾考功夫。烘得太乾唔好榨油，火候唔夠又好難逼得出油脂。我們一般是舔這個手，摸一下，把這個茶籽壓開來，看一下裡面那個茶籽油，你看熬一下，那就是聽得響一點響的，然後摸去比較刷手的就乾了。烘烤好嘅茶油紙送去另一邊嘅剪壓房裏邊研粉。呢個100年歷史嘅巨大石磨，最開始係以水力作為動力嘅，但係年久失修嘅水車一早已經毀壞，唯有人力代替。同機器研磨時產生嘅高溫唔同，呢種原始嘅研磨手法，保證咗茶籽營養成分嘅穩定性。呢啲粉末被倒入去木桶裏邊，隔水蒸1個鐘頭。等到熱氣騰騰嘅茶籽粉一出鑊，就要馬上包裹起身。將胚餅整齊買入去雜木籠裏邊，再將木契按順序插入雜木籠，直到裏邊完全冇晒空隙。呢個唔單止係體力活，更加係技術活。這也有膽量，不要怕，也靠眼睛，靠這個技術。打下來的時候，那就要看定眼這個位置，打的也打得中，是這樣。經過咁繁複漫長嘅工序，100斤乾燥茶籽榨出嚟嘅茶油都唔夠30斤。我們這個油現在榨出來的時候才10幾度左右，機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，等於是燒熟了。總的機器榨的油就沒有這個油榨的那麼好。大家今日終於食到新鮮茶油做嘅菜。茶油係植物油，色清唔膩，並且帶有一絲煙燻同青澀嘅味道，尤其啱同肉類烹製。南紅人鍾意辣，酸筍鴨係代表菜之一。茶油嘅加入，中和咗辣椒同酸筍嘅燥熱。茶油消除咗肉類嘅油膩，同時令到油脂蘊藏嘅鮮味得到升華。南紅人釀豆腐別具一格，將芋頭絲同豬肉末做成餡料，混合茶油，再釀到豆腐乾裏邊蒸熟，清香撲鼻。一般食用油嘅煙點只有100攝氏度，高溫煎炸嘅時候容易產生有害物質，但係茶油嘅煙點達到200攝氏度以上，油煙少，尤其適合煎炸使用。南紅特色小食油炸糍粑就係其中嘅代表。榨油季節告一段落，村裏邊僅有嘅榨油師傅終於都可以閒落嚟傾下偈。過年
豬啊，佢打到嗰啲冇油，冇油，過年豬啊，過咗年就將我那個左手打一下。寒夜裏面，用曬乾嘅茶油果殼作為燃料，回憶住舊日時光，更希望茶油製作能夠由年輕人繼承落去。今日酒店有一場100席嘅大型婚宴，中餐總廚林浩斌一早就已經到咗後廚。嗰啲單咧嗱嗱聲執咗佢先。我爸爸媽媽嗰啲都係廚師嘅，大個咗啦，咁都係做咗餐飲呢個行業。啱啱係18歲都未夠，咁就入到去咧，就每一個崗位基本上我哋都係做過晒。林浩斌做咗總廚已經有10幾年，咁樣嘅大型宴席經歷過無數次。佢最睇重嘅係一煲湯。今晚嗰100圍嗰啲飛緊水係嘛？啲燉湯嗰啲料。係啊，係啊。一定要飛透佢啊，撇乾淨嗰啲泡去，咪先湯會好濁㗎。哦，好嘅。200斤嘅老雞乸，30斤瘦肉，20斤雞腳等湯料，唔單止將會製作出今日呢一場婚宴名貴燉湯嘅湯膽，仲係好多菜式嘅調味關鍵。一盤香氣4日嘅金華火腿，係林浩斌為今日嘅湯準備嘅點睛之筆。加翻啲烘個金華火腿，底到啲吊出嚟個湯係特別香。呢度湯嘅份量比例咧，同肉嘅比例係大概1比1嘅。呢種肉水比例係1比1嘅湯，喺粵菜裏邊被稱為頂湯。頂湯講究湯色清涼冇雜質，咁就算放到咁豐富嘅原料入去，粵菜師傅都仲係有辦法令到湯變清。咁啊，依家嗱，我哋見到咧，平時依家就有啲氣泡慢慢飆上嚟嗰啲咧，就叫做蝦眼水。水嘅溫度咧，大概係喺97、8度左右啦，就煲3個鐘頭左右啦。起湯啦，睇睇啲湯先。 3個鐘頭之後，頂湯出爐，肉味飄香。啲湯啱煲起咗啦，要攞翻個紗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湯，湯色咧會清好多嘅。咁啊頭先撈過，仲見到有少少微粒喺度嚟。用頂湯做湯膽，為名貴食材注入鮮味嘅味道，係粵菜嘅慣常做法。喺味精仲未發明之前，菜肴嘅鮮味主要係嚟自湯嘅提味。喺各種調料大行其道嘅今日，廚師依然保留住呢一門手藝，呢個係區別於外行人嘅致勝法寶。林浩斌深知宴席嘅核心競爭力依然係好味道。佢最近研發嘅清湯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嚟點睛助力。林浩斌最經常用嘅火腿嚟自浙江金華東陽嘅上掌村，100幾年嘅老字號依然保持住傳統嘅手工製作方法。冬至前後就係火腿製作最忙碌嘅時候。傳統嘅金華火腿最少經過2年嘅發酵先至可以出售，而用嚟製作清湯，林浩斌中意用5年以上嘅陳年火腿，味道更濃郁。林浩斌今日試做嘅新菜都要吊清湯，先將雞肉同豬肉按1比1嘅比例剁成細膩嘅肉蓉。剁呢個肉蓉嗰陣時，一定要即係剁溶啲佢。咁你剁得溶嘅話咧，佢就會係起膠。到時吊湯嗰陣時咧，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。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去。細火慢烹1個鐘頭，喺呢個過程，肉蓉慢慢咁結塊。用紗布過濾，最後得到清澈如開水但鮮味濃郁嘅湯汁。準備妥當，終於可以試做新菜式啦！第一道菜嘅主菜，只係一塊好細嘅冬瓜。
用材簡單，對刀工就要求好高。係要切到差唔多係成絲咁滯，咁同埋切嗰陣時咧係唔可以切斷佢。用清湯扣淋20分鐘之後攞出嚟，只係見到絲條自然散開，好似一朵盛開嘅菊花。水一樣嘅清湯滲入寡淡嘅食材，淡雅嘅外表下邊，卻係香濃嘅滋味。第二道菜嘅食材豐富多彩。林浩斌將切成厚片魚球嘅黃腳臘魚同其他配料一齊鋪好，再淋上混合咗清湯同火腿汁嘅湯汁，放去110度嘅鹽板之上。清湯嘅火腿香味撲鼻而嚟，視覺同嗅覺嘅雙重衝擊，令人充滿期待。清湯都可以用嚟燜煮調味，將蓮藕切成剪子槍花咁樣，藕不斷，絲還連，捲上去打成醬嘅蝦肉，煎至金黃，倒入調好味嘅火腿汁清湯，燜煮入味。蓮藕清爽可口，層次鮮明。研發新菜式嘅林浩斌，經常充滿激情。返到屋企就係難得輕鬆。多嘢嘅，等我食大餐好咁我放低啲先啦。林浩斌嘅媽媽陳少紅係粵式麵點大師，特別擅長做象形點心。佢啲全部都骨砧嚟嘅，係個先生用啲牛骨啊，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。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幾多年㗎啦。啊，每個紅蘿蔔整得好靚喎，妹嚇。好，開飯。好，飲湯飲湯。未試過。今晚買呢啲手勢一流啦，係嘛啦？啲絲停唔到嘅，因為啲人嘅公仔嚟㗎，係咪好似？